徐凯一句话曝光真相，谭松韵当上 CEO 后，为什么反而崩溃大哭？在中国娱乐圈这个以热搜为货币、情绪为燃料的名利场里，很少有什么消息能真正让整个舆论系统同时失序。但这一次，徐凯的一段公开发言，确实把所有人都镇住了。事情的起点，并不是恋情曝光，也不是塌房丑闻，而是一则看似体面，实则极其反常的商业人士任命。在一次原本普通的商业发布会上，徐凯亲口确认，谭松韵被正式任命为其核心控股公司的 CEO。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顶多算是一条娱乐圈跨界合作的新闻，热度不会超过24小时。但真正把事件推向失控边缘的，是徐凯随后补充的一句话。他在听到这个决定的那一刻，哭得几乎崩溃。双引号，不是感动落泪，不是喜极而泣，而是持续20分钟的失控痛哭，伴随着反复的自我否定和抗拒。于是，一场本该属于商业版面的新闻，瞬间变成了全民解谜现场。根据徐凯在现场的描述，谭松韵在得知任命时的反应，完全违背了大众对成功女性的所有想象。她没有欣喜，没有激动，甚至没有礼貌性的推辞。相反，她的第一反应是沉默、僵硬，脸色发白，随后进入明显的情绪失控状态。她反复说的只有2句话：我不行，这对我来说太重了。这不是矫情，也不是客套，而是一个人在面对巨大心理压力时最本能的防御反应。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这种反应往往只会出现在无法拒绝却又无法承受的情境里。在外界看来，谭松韵几乎拥有一个女演员所能拥有的一切：国民度极高，路人缘稳定，戏路宽，口碑好，几乎没有严重负面新闻。但也正因为如此，她的职业路径一直极其清晰：演员本位，作品驱动，情绪消耗型职业。而 CEO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决策责任、财务风险、法律连带，对他人人生和资本的长期负责。这是一个高度理性、长期高压、容错率极低的位置，把一个长期以共情、感受、情绪输出为核心能力的人推向一个必须冷血计算、权衡利益的位置，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心理错位。他哭的很可能不是职位，而是他意识到自己将被迫成为一个不再被允许脆弱的人。舆论很快分裂成2派，一派认为这是徐凯极高程度的信任，是把命脉交到对方手里；另一派则尖锐地指出，信任一旦超过对方承受能力，就会变成压力，甚至是道德绑架。站在谭松韵的角度，他面对的可能并不是要不要接受，而是拒绝等于辜负信任，接受等于承担无法预估的后果。在这种结构里，哭反而是最诚实的反应。这一点才是舆论真正炸锅的核心，因为不管他的动机是坦诚、愧疚，还是情绪失控，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他公开了一个并不属于他的脆弱瞬间。于是问题来了，这是关心还是越界？是透明还是2次伤害？粉丝因此分裂，有人赞赏他的真诚，有人愤怒他把他的痛苦当谈资。但从传播效果看，这段话确实让谭松韵被迫站上了一个他并未准备好的风口。当全网都在猜测他为什么哭时，其实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娱乐圈是否已经默认女性必须既温柔又强大，还不能崩溃？当她演戏时，人们赞美她治愈；当她被赋予权力时，人们要求她坚强；而当她哭了，全世界却逼她给出一个合理解释。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残忍。在高度商业化的娱乐系统里，
眼泪通常被允许存在于作品中，却不被允许出现在现实里。谭松韵的崩溃之所以刺痛大众，是因为她打破了一条潜规则：成功女性不该失控，而她偏偏失控了，还被全网看见了。也许这并不是一场丑闻，而是一次极其罕见的真实。很多讨论在情绪层面兜圈子，反复问一句话：她到底为什么哭？但真正值得被拆解的，不是哭因，而是触发条件。一个成年人在事业稳定、公众形象良好、社会评价偏正向的前提下，出现如此剧烈的情绪反应，几乎不可能只是压力大这么简单。这更像是一次长期积压压力的集中爆发。演员这个职业本质上是一个高度被动、极端依赖外部评价的系统，而 CEO 恰恰相反，他要求的是主动决策，承担后果，为他人的选择兜底。当一个人尚未完成从被选择者到选择者的心理转化，却被直接推上权力中枢时，心理系统很容易出现严重排异反应。他的崩溃未必源于不想，而更可能源于我知道我必须，但我承受不了。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共鸣，是因为它精准踩中了娱乐圈女性长期存在的一个悖论：当你看起来足够能干，世界就会默认你什么都扛得住。谭松韵长期给大众留下的印象是情绪稳定、性格温和、合作度高，几乎不制造麻烦。这些标签在早期是保护色，但在事业中后期却可能反过来成为枷锁。因为一旦你被认定为可靠，拒绝权就会被悄然剥夺。你不再被问愿不愿意，而是被假定为你应该可以。而那场哭，很可能正是他在意识到这一点时，身体比理性更快给出的反应。外界争议的另一个核心点在于，这究竟是一次商业决策，还是一次情感越界？如果只是商业任命，那么该有完整的评估，该有缓冲期，该有拒绝空间。但从徐凯的描述来看，这次任命显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问题就出在这里：当商业信任与私人情感高度重叠时，拒绝不再是理性的选择，而会被解读为不够义气、不够信任、不够回报。这对任何一方都是危险的。他哭的可能不是职位，而是那一刻他意识到，这个决定已经不再只是工作选择。很多人以为舆论的怒火来自八卦心理，但事实上，真正让人不舒服的是脆弱被公开这件事本身。因为每一个旁观者都在那一刻带入了自己。谁没有经历过那种被期待、被看好，却又无法拒绝的时刻？而他的眼泪被原封不动地暴露在聚光灯下，等同于告诉所有人，你的崩溃是可以被当成谈资的。这触动的不只是粉丝的保护欲，而是大众对情绪边界的集体焦虑。支持徐凯的人强调真诚，批评他的人强调边界，但这两种立场本质上都在为自己寻找安全感。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公开是可以越界的，善意是可以造成伤害的，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为那个说出不该说的话的人。这很难接受。于是争论变得激烈，立场变得极端。不论结果如何，有几件事几乎可以确定：它短期内会被贴上情绪化压力承受力的隐性标签，每一次商业合作都会被放大审视，他的选择自由反而会被进一步压缩。这才是这次事件真正残酷的地方，不是那20分钟的哭，而是哭完之后，世界并不会自动对你温柔。娱乐圈习惯塑造一种单一的成功模板：情绪稳定，永远感恩，永远能扛，永远不崩。
而任何偏离这个模板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异常。但现实是，人不是系统插件。当一个人被不断要求升级，却从未被允许宕机，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结语：比真相更重要的是边界。这件事最终会如何收场，目前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只是一次热搜，也不会只是一次误会。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娱乐工业、权力结构、情绪期待之间的巨大张力。如果说这场风波真的留下些什么，那大概是一个简单却常被忽略的事实：不是每一份信任都该被公开，也不是每一次崩溃都需要被解释。而在这个习惯消费他人情绪的时代，懂得停下来，或许才是真正的体面。